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来了嘉义的铺子。有看频道的大家应该知道，我跟许先生是在嘉义念书的，可是我们来铺子的次数真的是手指头都数得出来。因为通常都是去东石的路上才会经过啦，不然平常不会没事就停下来这里。结果这一次意外查了一下，发现铺子这边超多美食，超多好吃的，所以我跟许先生呢就决定规划一个铺子一日游，带大家去吃吃喝喝玩起来。酷！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 go go。配天宫是铺子这边非常有名的妈祖庙，你知道它最有名的是什么吗？求子。据说啊，你只要跟妈祖娘娘就是背3个圣杯，你如果想求儿子，你就求白花；你如果想求女儿，你就求红花。3个圣杯之后，你就可以插1朵牡丹花回家了。所以听说他已经帮助数以万计的夫妻求得子女了，非常灵验，好不好？而且每年大年初3的时候啊，这些求子成功的夫妻，他们就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回娘家，就是配天宫。我们接着带大家进去看，它里面的正殿嘛是用千年朴树雕刻而成的，而且它已经有300年历史了。我们直接进去绕一绕给大家看。你们会看到桌上啊有很多米月梨，那都是求子成功的夫妻他们过来祭拜的。另外呢，桌上你们有看到虎爷吗？这间庙最特别的就是它虎爷不是在地上供奉，它是在桌上供奉，就是在前面这边。走到庙的最里面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招牌“求花求子最灵验”。看到这边呢，你就直接往里面走就好。离配天宫不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真好味，这个已经是我们第2次来访的店了。这间是我铺子唯一知道的美食，我们就是为了它决定再来拍铺子的。这一间真好味，如果你没有来吃过，你不要跟我说你来过铺子，就是这么严重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间就直接拿出压箱宝。我们上次吃到真好味的时候啊，我跟许先生超惊讶，而且是那种惊为天人的惊讶。我觉得话先不用说太多，你先给各位观众看一下这个鸭肉饭长什么样子，一定要点鸭卤饭。它的卤肉也是一绝，它的鸭肉又是一绝，2个人拼在一起就是绝代双骄。它的卤肉是我最爱的肥滋滋的肉燥，可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，你千万不要怕它肥，还没有到你喉咙哦，在你舌头上面的时候，它就化开了。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它放完鸭肉之后啊，旁边就开始淋肉燥嘛。淋完肉燥之后呢，你挖到最下面有没有？最下面我的白饭全部都泡满了它的卤汁，已经让我的卤肉掉下来了，浪费了我的卤肉，我很生气。这一家的鸭卤饭超级适合混着吃了。我之前咖喱饭混合的时候你在那边靠腰，我布丁搅拌的时候你在那边靠腰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混合。有吃过真好味的，你们的吃法是什么？拜托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吃法是什么。真的很神啊！这间鸭肉饭我是觉得不用讲，它已经做我全台鸭肉饭的顶标。以前的鸭肉蒸，它的鸭肉饭加上卤肉有一点点它的那个感觉。鸭肉蒸的鸭肉是比较大块的，但是他们家因为鸭肉是选用比较碎的部分，所以它铺得很满。他们家的米粒啊，带回高雄之后泡满了它的卤汁之后更好吃，是嫩 Q 的。他们的鸭卤饭啊是比较重口味的，如果你平常比较吃清淡派的啊，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。可是我们这2个超爱他们家这个鸭卤饭。而这间有个小缺点，就是它不能内用。银行的正对面走进去就是，然后那边是公用的桌子可以吃。对，那里面有公用的桌子跟椅子，啊，本来就是麻薯冻，还有春卷啊，还有一些绿豆糕。哦 OK， 好，谢谢。老板娘说的市场入口是这里吗？应该是吧。哦，真的，你走进这一个入口，感觉就有那种菜市场的氛围了。你走进去呢，你会发现它的台面上面就像自助餐一样铺满了蔬菜，你可以加15块就把它煮成便当，超级便宜，超级好吃的。我住附近，我真的会天天买，绝对会天天买。他们家除了鸭卤饭之外，上次我们的遗珠之憾就是没有吃到这个肉羹，因为我们上次觉得外带肉羹有点麻烦，尤其我们在车上吃。这一次我们就决定把它吃起来了，捞起来里面满满都是肉羹，而且它的肉羹啊不是那种粉果很厚的，你吃下去是吃得到肉条。我觉得它的肉羹是有点南部甜，有点是扁鱼基底，再加上一点酒的味道。它是甜中带咸的味道，反而有点清汤派的那种感觉，上面会浮着笋丝跟蛋花，我觉得口感其实蛮丰富的，而且不会很腻，因为它味道调味不会很重。重点是这一大碗30块。总之，如果你们大家来铺子哦，或者是你顺路经过铺子，这一间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家店，85块一个 set， 赞赞。
薯来了，各位！这个麻薯冻呢，它就在我们刚刚用餐的这个公有市场里面。真的是每个人来铺子都说一定要吃他们家的麻薯。我今天呢买的就是他们家招牌的口味，他们家的招牌口味你绝对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，因为它是绿豆馅包花生糖粉。那它外面那个麻薯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他们家的麻薯皮有2种，一种是紫米紫色的，一种是白米，而且它是干丁的口味。原本这间老店呢，它只有一个口味，它就单卖一个口味就卖掉下照了。1936，它已经快80岁，快100年了，我们就直接算一个大概就好了。100年老店。除了麻薯之外啊，其实我们桌上还有看到它有一个菜宴，冬瓜菜宴好像也是他们家招牌，但是我跟许先生呢不是很喜欢吃菜宴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尝试。你知道我刚刚好像来了冰果室，你知道开始有那个甩东西在那边甩的时候，你很奇怪。它每个麻薯啊都会很贴心的帮你用个袋子这样装起来，所以你们吃的时候就蛮方便的。这样，刚刚用剪刀剪开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剖面真是有够美丽。它就是我们一些麻薯放大3-4倍版本，应该不止哦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多，放大大概5倍了。可是有点粘手哎，我的妈！它的麻糬很有弹性，超级有弹性。吃麻薯期间不要跟任何人讲话，你会给死。这一款招牌的很好吃，它里面的绿豆馅啊，是有点像是绿豆泥再加绿豆颗粒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最特别的是它是咸的，中间撒上甜滋滋的糖粉跟花生颗粒，所以你咬进去的时候口感超级丰富的。干滴，最外层用厚厚的麻薯直接给它包起来，它的麻薯是那一种软糯到一个不行，很 Q， 一直在训练你的咀嚼肌那种感觉。这个就是18岁的肌肤啊！ No， 这个红豆馅呢，它里面这个很像和果子红豆我不得不说，你现在把它切开之后，它长得有点奇怪。我觉得他们家麻薯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麻薯皮到非常厚。你如果是爱吃麻薯的，你在他们家真的会享受到那种麻薯控最应有的待遇，知道？我就是抱持着一个看戏的心情，看你在那边跟马吉奋战。你们现在看到我手被粘的程度，就是我里面嘴巴那一层膜，口腔被粘的感觉。我喜欢他们的红豆馅，因为他们的红豆馅不甜腻。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内馅的，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家的麻吉皮有点太多了。可是如果是麻吉控啊，完全没有关系，你就会很享受他们家麻吉带给你的那种扎实的咀嚼感。我今天本来是要预计在这个市场买2家麻薯，另外一间呢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也是大家推荐的玻璃树，可是它今天公休。第一市场内呢，不能错过的还有这一间80几年老店，这里面的店怎么都是100年老店？我超喜欢在这种地方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所有的好吃的店家都集中在一起，然后我们都不用移动，就从左边走过来就好，全都要。一间叫永丰春卷冰果室，我直接买了一个 set。我其实没有想到，原来内用这么浮夸，一个春卷再搭一杯柴鱼汤、菜糕汤。这一卷50块而已。现在他们有公告，汤不能续哦。不能续哦。你要第2杯的话，要加5块钱，好不好？有可能很多人都一起来吃啊。来，先论个红。不然刚刚差点被麻吉给洗。还有他们要给我画篇幅介绍，快点，快没电。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惑，为什么这个市场里面的每一家店啊，它都会尬杯冰啊？他们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叫做冬瓜黑糖菜叶，那是我小时候的噩梦，你知道吗？非常两极，喜欢的人非常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跟徐先生一样。算是一个古老甜点，但是我小时候的噩梦真的是菜叶。他们家的春卷啊，一卷是50块，差不多我手这样子。从外观看起来，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没有，他刚刚在铺料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出它的特别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嘉义这边的春卷都会加油面哦，对，那个油面蛮屌的。对，他们有加油面，而且它的料非常的多元。它的料跟我一般在看的春卷都不一样，它里面有豆腐，然后有控吧，油面、生菜，还有高丽菜。请老板弄跟你一样甜。那个跟我很熟。我给大家看肉吧，他家的是卤肉，它里面有菜包，所以你咬下去啊，除了那个豆芽菜跟高丽菜脆脆的口感之外，你还会咬到菜包的脆。里面呢一样是有蛋丝，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真的是油面跟这个生菜。它里面竟然有放生菜，
可是我觉得放生菜非常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的肉吧是真的卤到很入味的那种肉吧，咸香都够，搭上它的生菜之后，刚好中和掉那个咸味，再加上甜味，这个就是洋低汤啊。再加上油面，我觉得油面就是假霸啦，增加饱足感。这一条 OK 哦。我要来买庙口前古早味粉圆冰。哇，粉圆还是热的耶！哦，什么时候来都是热的。我们没有说去煮整这个空口煮不定底下单很多。哦，就是卖完再煮这样子。哦，刚刚姐姐有加冰，因为她有问说你要喝热的还是冰的。冰的，冰的，我要冰的。它的冰应该在下面，你要搓搓哎。它冰在上面，下面是热的粉圆，然后还有糖水在中间，所以厉害老汉，不然你吸管插到最底，吸到都是热的粉圆。而且它珍珠啊，你吸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要吞进去，吸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是这种小颗的。小的不是波霸珍珠，这种就是古早味的地瓜粉做成的小粉圆。我们今天买的这一间是在配天宫的角落那一边，它的店名就叫做庙口古早味。我们今天买的这间是在配天宫的右斜前方。它的粉圆蛮 Q 的，蛮 Q 的，还不错。这杯35块，可以经过配天宫可以买一下。接着我要来吃父子的名产四角鱼羹。我真的觉得你很伟大，为了频道牺牲奉献。我后来查了一下，才发现四角指的就是甜蛙啦。好可怕！我的手上这个就是甜蛙本人呢。上桌前啊，老板其实已经都把这个甜蛙炸得酥酥脆脆的，他会切半之后炸到这种金黄表色放在旁边，然后你点完之后，老板就会帮你泡到羹里面去加热。许先生刚刚说我不用谢谢，我不用谢谢。我太整个人躲在角落。我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说啊，它吃起来就会很像咸酥鸡的味道，你表面现在看起来也是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蛙蛙的味道啊。蛙蛙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吃过，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吃甜蛙。这一间是父子这边的40年老店我真的觉得在庙附近的店啊，每一家都40-50年，有够夸张。这有没有40年，真的不能在这边开店。这是不是它的角角？感觉非常完整的一个形体。上桌前啊，老板娘还会帮你就是撒胡椒盐跟加一点醋提香。我先来吃看看。不用跟我分享，跟观众分享就好。就跟你吃那个土兔鱼羹的表皮是一样的啊。来吃一口。影片前如果有吃甜蛙高手，可以告诉我，就是我目前吃啊，我觉得它好像都是吃到这个太白粉的炸粉的地方，地瓜粉、太白粉炸粉的地方，就是酥酥脆脆的，没有什么蛙肉啊。大家现在看不到我的表情，但我的表情是属于一个很惊恐的大面对这个镜头的状态。它的美味就是炸粉，再加上那种田鸡的皮，因为它田鸡的皮啊。你如果不特别讲，我觉得很像鱼皮，鱼皮炸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里面的肉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啃下去没有什么肉，边边角角布拉巴那种感觉啦。你要逞布拉巴，然后你吃腻的时候，你吃腻炸粉的时候喝一口汤，太可怕了。它旁边这个地方啊，都是软软的皮，炸到酥酥的，搭上它酥酥的脆皮这样。哇，你真的好猛！它这个皮真的很 Q 均匀绿后像鱼皮一样。你们如果是觉得甜蛙感觉很恐怖、很恶心的，千万不要怕。整体吃起来有点像是享受那个啃三角骨的那种味道，是鸡肉的味道。可是我要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它的羹很甜，它的羹不是特别好吃的。你们来就是点甜低试试口味，这样就好。我们走进来艺术点水道头文创聚落了。这里啊，好像是嘉义县第一个文创聚落，因为我们要进来找一间咖啡厅。我们来了父子这边一间非常有名的日式咖啡厅，这一间叫做亭口金光。这个亭口金光啊，它是在水道头文创聚落里面的一个日式咖啡厅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有精工服务，还可以吸猫，里面有超多可爱的猫咪。店家最主打的就是这个日式的沏茶点心。
看看有多漂亮。我今天点呢是他们的招牌抹茶红豆圣代鲷鱼杯，还有许先生一定要喝的美式咖啡。谢谢。价位呢，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贵，但是他上桌的时候完全不觉得贵，因为他的鲷鱼烧是现做的，难怪要一点点时间啊。那里面还有猫猫，猫猫就可以先加100块。那有一个肥猫猫，它一直想要吃我的东西，它就直接跳上桌这样。但是记得来这边不可以喂食，因为店家都会喂食。我今天点的这个圣代杯啊，它里面除了抹茶冰淇淋之外，还有这个紫米红豆，最上面的这个鲷鱼烧，还有红螺烧跟可爱的日式团子，这个层次超丰富的。最下面好像还有爆米花，看起来超级美的。上面紫米红豆。它抹茶冰淇淋啊，抹茶味道蛮浓郁的，但是甜度是稍微高一点点。紫米红豆不会到太甜，刚好搭着它的抹茶冰淇淋吃是非常刚好的。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铜锣烧的吃法应该是要把它打开，真的不要破坏食物。跟你讲，因为它这个铜锣烧里面应该是没有加东西。对不起，小叮当要生气了啦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吃法就是要这样子啊，裹上冰淇淋跟这个紫米红豆一起吃哦。如果只吃那个红豆馅，我觉得不够，它应该要再加着冰淇淋这个一起吃是最对味的。把它插回去，等下给许先生吃。这个日式团子长得超级像我们的汤圆，方形汤圆。我来先干为敬。里面这个团子的口感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味道，也没有什么糯米的香气，它现在就有一点点难咀嚼。那个团子我个人觉得放在里面是没有加分的。刚刚拔起来这个鲷鱼烧长这样，我从背面已经看到它的鲷鱼烧里面是有包馅的。你看它的鲷鱼烧里面应该是有包抹茶馅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刚刚做这么久，现在摸起来它是温温的，表皮脆脆的。我觉得你好像剥得很吃力。我觉得它这个里面有点像豆沙馅我先来吃一口原味的鲷鱼烧。那鲷鱼烧表皮脆脆的。里面这个有点像是日式洋果子的内馅，很日这味道。鲷鱼烧的表皮啊，它比较扎实一点点，而且有一点点奶油的咸味。终极吃法啊！你们来吃它的圣代啊，一定要像我这样的吃法。先吃吃看它原味的鲷鱼烧，再把冰淇淋跟这个紫米红豆一起放在鲷鱼烧上面，你会吃到冰淇淋的甜，再加上这个鲷鱼烧本身的一个奶油的咸香味。咸甜交织的味道真的超赞的。来帮你们剖析最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它是爆米香，真的，它是你在路边吃的那种古早味的爆米香，一颗一颗的，米香味超浓郁的，跟抹茶超搭，难怪要加在里面。它虽然泡在冰淇淋里面啊，但是它那个爆米香的香味跟脆度都还保持得住，非常好吃。这个 OK 好日，他们家的环境呢也很舒服，很适合我跟许先生想要找个地方约个会休息一下，还可以玩玩猫咪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你们想要做精工体验的话，它还可以折抵餐价，感觉是真的不错如果你们有想要做戒指的话。双胞胎已售完，合照一张。好啊，买不到双胞胎，我们吃麻花卷。他们家麻花卷呢，总共有10种口味，5个咸的，5个甜的。台面上也剩不多了，我只剩下3种选择，我好像只剩下芝麻、花生跟一个什么梅子。到底6点还会再出炉一批啊！但是双胞胎好像卖完就没了啦，好悲伤哦！有吃过的人跟我分享一下，它双胞胎到底好不好吃？有人说它是双胞胎的天花板哦。我今天买了这一根麻花卷啊，李扎扣，它每一种口味都是25块。单入包装超干净的，里面好像也可以做成礼盒，但是这样一条25块是稍些贵了一点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在小琉球好像都是买一整包50块，但它很粗一条，它外面裹的那个糖霜啊，偏滋滋的，芝麻香气没有很重。你如果不特别说它是芝麻口味，我觉得它跟原味应该相去不远，就是原味的麻花卷上面再加一点芝麻的点缀这样子，撒一点在芝麻粉这样子，这个算是脆口型的啦。它跟小琉球的谁比较好吃？下次再来吃它的双胞胎喽，拜拜。牙口不好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，老人家不太适合。来买5家大肠包小肠，许先生最爱吃大肠香肠。
有人说这一间是铺子人，就是开车经过都会下车过来买的。正香肠而已哦，大肠没了。看来我们又要扑空了，很秀，咻咻咻！一口香肠一口蒜。它那个香肠真的是属于黑桥牌香肠的那种口感，然后味道就是甜甜的，然后外面这个酱很像我们自己中秋烤肉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真的有一种蜜糖的那种感觉。我闻起来很甜滋滋，然后不会有酒味，不会有酒味，所以你应该是 OK 的。对。然后肉是比较属于没有那么扎实，可是肥肉我觉得稍微多一点点。73，有一些香肠会看尖，然后比较扎实啊，它是比较属于咬下去就松松的。它会腻吗？如果肥肉多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吃太多会有一点，可是一口香肠一口蒜。可惜没有吃到米肠，因为我们现在是5点来，它好像是5点半打烊，已经大肠都卖光了。我觉得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要大肠包覆着香肠吃，才会是他们家的。我再吃一口再换你。你其实可以把它吃掉啊，我怕只有1根而已，你会悲伤啊。这间算是蛮多在地人开车经过就会来买的一个下午茶点心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餐车。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烤肉的时候自己买那种黑桥牌香肠的口感，但是它的蒜头配起来很爽。我喜欢黑桥牌，真的就跟你讲的是小朋友喜欢的那种甜滋滋的香肠，但是肉比较松散一点点，对，没有那么扎实。然后但是它也不会有那个酒味，有些人吃香肠怕酒味的话，蛮可以接受这样口味。这一条多少钱啊？25块。哦，可以啦，下午茶经过的话我会买。OK。铺子的最后一间呢，我们来了鸭肉姨，这一间也是大家说铺子人晚餐宵夜绝对一定都会吃过这一间。在介绍的开始，先赞扬一下我们嘉义的物价。嘉义就是台湾最后一个宜居城市，人间最后一块净土。你们猜猜这一碗当归鸭面线多少钱？这一碗鸭肉满满，然后面线满满的这一碗65块。这个是小碗哦，它的小碗就是放1球面。对啊，而且满满6块鸭肉。而且我们在高雄吃那个当归鸭小碗的话，它那个肉基本上有一片小碎肉就已经算了不起了。每一块都长这样。没错没错，肉这么多啊，先吃了哈。我其实刚刚看到它的面线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这间一定有料。我觉得它很像我们的鸡丝面。鸡丝面，它是鸡丝面，是1球的那一种哦。中药味很浓郁，而且它的当归不是苦的那一种，它是入口之后会回甘的当归香，我觉得很好喝哎。它味道算是清爽，它不是那种很浓的中药味道，一进来就冲鼻而来。它是有清汤，然后有一个淡淡当归味，喝起来它不会像是那种外面有些味素很重，里手就当那个喝下去舌头用点点，它不会，它喝下去蛮顺口的。跟面线我非常喜欢。我先来切一下，它就是阿财鸡丝面。你们看它的面体是粗的这种面条，赞，让小雅子帮你服务。姜丝、鸭肉，再加它的蘸酱，哎，我觉得它肉真的好扎实哦，它每一口肉啊，都会让你觉得骨头只有一点点，不会让你好像一直吃到小碎骨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我吃到小碎骨。然后打脸我，直接打脸我。我在网络上还有看到一个资讯，因为很多人说啊，夏天吃当归鸭会不会太补？后来呢，我看网页上面介绍说啊，他们这个是凉补，就是你不管冬天或夏天都可以吃，没有季节之分的，所以它夏天依旧生意非常好。这个夏天我可以。除了当归鸭面线之外，我们还点了下水。这一盘这个下水30块，这个鸭米血20块。宜居城市，退休直接搬过来嘉义。但是我有发现它的那个下水啊，它的下水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干，它没有干，没有心，没有肠，就只有干。可是它的干也是给的很厚实哎，这样30块哎。评论上面有很多人说它的下水是咬不动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这一派的朋友没有办法咬太硬的东西，或者是太有嚼劲的关节处，我们就不适合点下水。这个下水给他吃，来吃鸭米血。我发现他附的这个酱啊，是那种带微甜，可是不是烤鱼钩哎，它是有点豆瓣酱那种感觉，而且它卤味本身的当归味就很重。哦，它米血好好吃哦，很 Q 的鸭米血，好吃，便宜好吃，来铺你这里。那间好推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铺子一日游，我们还留了2家要回民雄去吃。今天吃了8家，平常都吃10家，但这次有2家要回中正吃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铺子拜拜。因为刚刚店家姐姐听到我说要全糖，我觉得她应该很少听到人家说要全糖，尤其小女生拼命撒。
太开心了，拼命赏。你刚刚那个小女生是有指自己吗？对，是我本人没错。梅亚，她很少看到梅亚说要全糖啊。好的，这位小女生。这吃起来真的很狼狈。